相信这几天大家都被这条新闻所刷屏，那便是中东小霸王以色列与哈马斯军队突然爆发了战争，双方在短时间内伤亡了超过3200人，并且期间以色列还使用了联合国明令禁止的白磷弹。但今天莫言不讲军事也不聊战争，因为可能会有人告诉你，数百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无尽痛苦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在德国经历了一战衰落之时，犹太人通过垄断金融和生活物资，硬生生地将一块面包卖到了50万马克，这才让意大利落榜美术生成功上位。可能还有人告诉你，犹太人有着上千年的流亡史，始终没有一个自己的落脚点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犹太人通过向世界强国乞怜摇尾，在1948年的5月份获得了一块1.5平方公里的国土，而让出国土的巴勒斯坦在随后的75年里，居然快要到了灭国的地步。可能还会有人告诉你，身为中东小霸王的以色列在公民福利以及科技上有多厉害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长期以来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原本拥有的重要水源，直到1993年以色列才签订了奥斯陆协议，同意每年给予巴勒斯坦700万立方的水。可能还会有人告诉你，身为亲美的以色列终其一生都在尊重人权，因为犹太人本身就有过长达上千年的流亡史，他们对于这种没有人权的生活感受最深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现在和以色列爆发战争的哈马斯军队源于加沙地区，这是一块仅仅365平方公里的地区，甚至还没有我国一个县城的面积大，可这里却居住了超过230万巴勒斯坦人，甚至被联合国称之为露天地狱。而对外标榜自由世界的以色列还设立了一道高达5米的围墙。就在前几天战争爆发之后，以色列不顾联合国所有国家的劝阻，对加沙地区直接开展了3光政策，那便是停水、停电、停止任何国家对加沙地区的援助。而就在昨天，联合国秘书长迪亚里克表示，加沙地区目前物资已经用尽，注意是已经用尽，而不是即将用尽。当地230万人已然无法生存，那超过5000多名的孕妇就连顺利分娩都做不到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难道二战时期受到大屠杀大灭绝的犹太人，他们会不清楚这种情况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吗？可能还会有人告诉你，犹太人之所以富可敌国，那是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为聪明的民族，他们的钱都是干净的，都是靠脑子和手一点点赚回来的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在我国大清王朝时期，林则徐虎门销烟究竟断了谁的财路？这是一个叫做沙逊的家族，属于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烟土巨头。家族的创始人叫做大卫沙逊。1838年大清朝终于惊醒，认为大烟已经快要掏空整个王朝，当即派出林则徐南下广州虎门销烟，前后共计2万箱，其中有一大半都来自沙逊家族。随后大卫沙逊伙同扎顿等烟土巨头来到英国劝说大英女皇，最终英国国会以271票赞成对大清宣战，结果就有了鸦片战争，签订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个极为苛刻、极为屈辱、极为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。可能还会有人告诉你，数百上千万的犹太人只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国家，他们有能力也有财力，他们有什么错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日本侵华战争打响时，物资缺乏的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他们，给出的合作方式也非常简单，那便是犹太人出钱出石油出物资，日本出人出坦克出飞机，事成之后将我国的东北地区变成犹太国家，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河豚计划。可能又会有人告诉你，犹太人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他们现在都身居高层，根本不问世事，我们应该放下以往的成见，看向明天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犹太人的影子一直在左右着这个世界，哪怕出现一点点挑战他们权威的人或事都不行。美国超一线说唱歌星坎耶维斯特在2022年时发表了一份反犹太人的言论，身家亿万且拥有1000万粉丝的他像是人间蒸发一般，就连靠他每年赚取超过10亿英镑的阿迪达斯也迅速和他解约。同样是美国顶级球星的欧文，只是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个反犹太人的文章，当即便被 NBA 禁赛。耐克公司更是一点点情面也没有留给他。要知道欧文系列的篮球鞋每年都要卖出几百万双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便是这些企业的高层都是犹太人，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串数字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他们要的是不可撼动的尊严和地位。